来了 ！F-35最强版本终于来了，据说能提升50%战力，不仅能解决小短腿的问题，连打击能力都大大增强了。果然，这样才是真正的五代机。作为出镜率最高的五代机，你知道 F-35已经生产多少架了吗？英国 BAE 公司已经向洛克希德公司交付了第1000架 F-35机身。这款多国合作的五代隐身战机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向17个国家交付。此次 BAE 公司交付的第1000架机身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记录，意味着第1000架 F-35将很快在洛克希德公司的厂房内下线。届时 F-35将成为第一款量产超1000架的五代机。事实上 F-35已经是整个西方世界唯一在产的五代机了。无论是法德牵头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还是 BAE 到处求合作的暴风战斗机，现在都只是模型阶段，属于是镜中花水中月。八字刚有一撇，所以说 F-35在西方世界大有一统天下的趋势。这就不得不说一下美国的先见之明了。当初在设计研发阶段，美国就利用联合攻击机计划引入了研制伙伴的概念，让大量西方国家入伙，成为 F-35未来的用户，所以现在才能基本垄断国际五代机市场。这也在客观上促使了 F-35产能和产量都必须相当强大。目前 F-35在全球有美国、意大利和日本3处工厂。2019年 F-35的全球产量为134架，2020年为120多架，也就是说每一架 F-35平均只要3天就能够制造出来，这一速度确实是令人赞叹。从公开数据来看，仅仅美国空军、海军与海军陆战队就需要2500架 F-35，而其他16个国家也将订购1000架以上。如果再考虑一下其他有购买意向的国家，火力军估计 F-35未来产量可能会突破4000架，突破5000架都是有可能的。毕竟便宜耐用，而且性能还先进。作为美国未来战略核心，亚太地区部署的 F-35数量也是水涨船高。2017年，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日本部署了第一个 F-35B 中队。2022年，第二个 F-35B 中队也宣布形成作战力量。仅日本、美国就部署了2个 F-35B 中队。随着 F-35A 战机数量不断增加，美军在驻日和驻韩基地的5个 F-16中队将来也会被 F-35A 所取代。海军方面，卡尔文森号航母首次搭载20架 F-35C 部署西太平洋，等待2025到2030年，美国在西方太平洋估计要部署超200架 F-35。日本作为 F-35最大的海外客户，一共采购了147架战机，目前已经交付26架，编成2个中队。韩国空军第一批订购的40架 F-35A 战斗机已经全部交付，第二批又追加20架。韩国海军也计划采购20架 F-35B 战斗机，澳大利亚空军订购了72架 F-35A 战斗机，已经交付50架。即便不算未来可能增购的 F-35战斗机，仅日韩澳3国拥有的 F-35战斗机总数也达到272架。实际上，美军还计划把60%的海空力量转移到亚太。也就是说，美军2500架 F-35战斗机中，将会有1500架在亚太地区常态化部署。如果算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飞机，这个数字可能会上升到2000架。然而，按照美国计划 ，F-35需要在2070年之前保持对潜在敌人的战斗优势。无论最初的配置有多么强悍，战机的技术也要进行升级。因为 F-35不仅需要执行新的任务，也需要吸收更好的技术来完成现有任务。其实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早在20年前，也就是战机诞生的那一刻，便已经计划来一场雄心勃勃的升级，称为 Block 4。想要完成 Block 4升级，对于现在的 F-35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在进行这些升级之前， F-35战机的核心处理器和储存单元必须得到改进，
需要通过 Block 3的升级完成，被称为 TR3 升级包。而之前所进行的 TR2 升级已经不足以支撑 Block 4的战机升级。目前，美军经过 TR3 升级的 F-35已经顺利完成了首飞，意味着战斗力更强的 F-35后续型号即将出现。TR3 升级包为 F-35配备了更先进的电脑软硬件、计算能力更强大的新型集成处理器、全景驾驶舱显示器以及增强型储存单元等系统，确保 F-35可以搭载更多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同时还能拥有更强大的数据整合、扩平台作业互通性以及更加强大的电战能力，能为 F-35带来非常全面的升级。包括搜索、追踪、接战以及防御其他领域各种威胁的能力。同时，在今年1月份 ，F-35联合项目办公室与洛克希德达成新一批战机合同，生产和交付多达398架 F-35战机，总价值高达300亿美元，将分为3个批次进行生产，也就是15到17批次。即将生产的第15批次 F-35的单机成本将会有小规模增加，是因为这一批次的 F-35将是首批安装 TR3 升级包的量产型飞机，并在今年下半年逐渐交付。另外 ，TR3 升级包也会在之前批次的 F-35战机上进行安装，不过只安装到第10批次，更早的那些应该就不会进行升级了。改装需要大约14天的停机时间，将由洛克希德公司进行。TR3 升级包除了可以为 F-35提供更强大的处理能力和储存单元以外，技术更新将迁移到一个开放的系统结构，可以促进未来的进一步升级。这种方案的一个优点就是能最大限度减少用户依赖特定供应商进行系统改进的可能性，而这正是 Block 4升级的基础。在进行 Block 3版本升级后， F-35会具备空中作战能力、压制、破坏敌方防空系统能力、近距离空中支援能力以及对重要目标的战略打击能力。而 Block 4将为 F-35扩展第5个作战能力，也就是海上打击能力，强化 F-35的电战能力、传感器融合以及计算能力。具体改进的能力包括这些：1、13项电子战升级；2、11项雷达和光学系统性能增强；3、8项后勤和支持措施变革；4、7项人机交互和网络系统改进；5、7项驾驶舱和导航系统升级；6、7项新武器系统。在空战方面 ，F-35A 还换装了新型挂架，内置弹舱的 AIM-120远程空导弹也从原先的4枚增加到6枚。当然 ，Block 4最大的升级应该是换装机载雷达以及发动机了。在当初立项的时候 ，F-35在各项参数上都是非常先进的，毕竟前面有 F-22做榜样，后来为 F-35配套研发的 AN/APG-81雷达，在当时更是处于先进水平。然而，由于电子技术更新迭代太快了，立项较早的 AN/APG-81已经逐渐落后了。其一是在材料基础方面 ，APG-81雷达采用的 TR 材料是砷化镓，而新一代有源相控阵雷达则是采用氮化镓 TR 材料。后者的工作频率比前者大了50%，具有更好的探测能力和基础。另外一个就是雷达体制和软件方面，新一代雷达普遍采用了数字阵列技术，具有更好的探测效果。面对这种不利态势，美国肯定会想办法改善，于是推出了 AN/APG-85有源相控阵列雷达，并准备在 F-35 Block 4上进行应用。按照美国设定，这种新型雷达将为美军带来空战优势，但目前关于新型雷达的具体参数，火力军并不清楚 AN/APG-85会比现役型号有哪些改进。但从 F-35立项开始 ，AESA 技术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基于氮化镓的系统很可能是这种改进的一个主要方面。至少目前可以确定的是 ，AN/APG-85可以大大增加 F-35的雷达探测距离和效率，可以支持动态更强的电子战战术。当然，换装新型雷达，升级版本的 F-35的价格也水涨船高，采购单价达到1.35亿美元。而且 AN/APG-85雷达目前计划仅安装在所有 Block 4 F-35ABC 飞机上，尚不清楚是否可以用新型雷达改装此前批次的 F-35。除了雷达以外 ，F-35另一个重大升级可能会是发动机，例如变循环发动机。
目前 F-35采用的发动机是 F-135，其采用了 F-119的核心机，性能也比较成熟，拥有3种不同的规格，整体推力在20吨左右。但如果想要 F-35拥有更强动力， Block 4势必要对发动机进行升级。目前，美国2大航发巨头通用电气、GE 和普惠正在针对 Block 4升级项目中的配搭发动机合同展开第2次竞争。普惠推出的仍是 F-135发动机的增推升级版，而 GE 考虑到之前在 F-22和 F-35发动机中2次输给了普惠，所以这次拿出了更加给力的选项，准备直接向 F-35提供刚刚完成原型机测试 XA100 变循环发动机。所以在 Block 4升级项目中， F-35拥有2个选项，一个就是 F-135改进型。美国空军曾在这个项目中投入很大的精力，试图提升其航程和推力。这款发动机的改装相对比较容易，安装起来也不需要费多大力气，在原版的基础上增推了 10%， 耗油量降低了 6%。 推力增大意味着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和燃油，而耗油量降低可以让 F-35拥有更大的航程，最终推力将会达到23吨以上，能够极大的增强 F-35的战斗力，并且能够作为下一代战斗机的动力。第2个就是下一代的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XA100， 这款发动机的性能非常先进，可以为 F-35提供超过 F-135增推型的推力，并且还能在不同飞行状态下中进行自动化性能调整，以便战机可以达到最优状态。其实当初为6代机研制变循环发动机的时候，五角大楼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限制条件，那就是新发动机必须可以装进 F-35的肚皮中。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美国就将变循环发动机作为 F-35后续升级版本的选项。如果 GE 真的拿出 XA100， 势必会给 F-35带来巨大提升。首先 F-35就可以实现真正超音速巡航，机动性也将大大提升。其次就是发电量大涨，能够承载更大功率的雷达、电子系统以及其他传感器，届时 F-35将成为一个非常难缠的对手。也正是考虑到 XA100 给 F-35带来的巨大提升，所以增推版 F-135有点不够看了。不知道普惠是否拿出自家的 XA101 变循环发动机。换装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的 F-35， 预计能减少 25% 的耗油量，航程还有可能增加1/3，航行时间也能大大提升。一旦这些参数获得大幅提高，那么 F-35的作战半径也会有很大的改变。拿 F-35A 举例，目前作战半径只有1000公里，这是美军一直非常苦恼的一个缺点，但变循环发动机却可以进行有效弥补。在此之前 F-35采用的涡扇发动机，由于燃油经济性好，使得推力损失比较小，只是一旦处于高空高速飞行状态之下，这样的优点就完全不存在了。但换装变循环发动机后，却将涡扇发动机和涡喷发动机的优点结合在一起，能够更好地控制加以调节，对于 F-35来说简直就是完美搭档。不过不管是 XA100 还是 XA101， 换装 F-35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研制的时候没有考虑垂直起降型号，这就意味着 F-35B 只能继续使用 F-135PW600 了，动力系统大幅升级的只有 F-35A 和 F-35C。总而言之，现在的 F-35产量惊人，作战性能也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堪。实际上，凭借着先进的传感器和超信息感知能力， F-35的实际作战能力是要超过 F-22的，尤其是在进行体系作战时更是碾压 F-22。如果将来真的换装变循环发动机，肯定能力压其他5代机，而美国实现这个目标貌似并不是很困难。你们觉得 F-35会配备变循环发动机吗？新型雷达又能为 F-35带来多少提升呢？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